越南农业大县槟支位在胡志明市南方80多公里，不像周边湄公河三角洲地带绿油油稻田一整片，这里的广袤林地颜色更深，空间更立体。果树上结实累累，当地将近20万农户都种椰子，每年产量超过8亿颗，外销全世界，被誉为椰子之乡。骑车穿梭椰田巡视，不时会被大片椰叶给打中。特殊品种的越南椰不会一路长到高耸参天，顺应出海口潮汐特性，让种椰子变得简单。如果湄公河的水多的时候，它就会流进来；我们这边水少的时候，它就会流进来。那如果我们这边水多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想要放一点换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这个闸口，让它水往外流。那这样就会达到自然天然的这个潮汐灌溉，就会一直有不断新的养分流进来。温暖多雨的热带环境也能种橡胶、种腰果、种稻米。为了防止当地2000多个契作农户变心改种别的作物，业者寄出高于行情收购价，也坚持保护土地。椰树密度只有周边一半，根本看不出是经济果园。这样其实它的叶子能舒展得更大，能起到更多的光合作用。那它这样子的产量跟1公顷种500颗的产量其实差不多。那在人员的这个配置上跟采收上也会相对减少很多。原本要500颗椰子要上树500次，这次现在只要上树250次。要生产更有效率，除了不断想方设法，更直接的是利用在地优势。椰子重量重，体积大，为了方便运输，在产地被摘下来之后，最外层的绿色椰棕会被剥除。而越南南部的优势是能够透过湄公河的河运节省运费，像我目前所看到这样的集散点，每天的运量就超过20万颗。其实椰子全身都是宝啦，制作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粉末，像这些粉末呢，就是种兰花用的。对，像这样子的，这些也是做床垫跟地垫用。是。那再下一步呢，这个坚硬的椰子壳，它是做活性炭的主要原料。椰子号称最环保水果，不能吃下肚的残余部分，全都能再制成其他商品。但越南椰对比周边国家，名气没有泰国椰子大，产量也不敌印尼、菲律宾。印尼跟菲律宾都是完全岛屿系，那他们椰子吸收的水分都来自于海水。那越南是我们在这个省叫槟支省，它是湄公河流域的出海口，所以它可以同时有河水的养分，也有海水的养分，那造就它得天独厚的条件情况之下，造就它这个香气，它出来的椰奶的香气会更浓郁。这位 Eric 年纪轻轻不到30岁，已经是椰子专家。爸爸早在20年前从台湾到越南发展，陆续买下广达200公顷椰林，约有200座足球场大。从原料买卖、加工、外销，他们家的椰子光一天用量就高达100万颗。Nếu có bất kỳ thắc mắc hoặc khiếu nại nào最上游的原物料业者和最终端消费大众，两者遥远距离，不止价格，彼此在意的更是天差地远。想要推出自家品牌，就得先摸透市场习惯。越南人的习惯就是一天可能要喝3到4杯咖啡，然后从早中，然后下午茶到晚上都要喝。那我自己也被改变了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也被同化了。事业版图早就扩及全世界，但全球椰子市场跟咖啡相比，实在小巫见大巫。为了抢食大饼，同时升级家中产业 ，Eric 力推椰奶要取代牛奶，加进咖啡。其实越南跟韩国很像，他们会喜欢比较甜一点。那尤其韩国，其实大家都不知道，韩国其实比越南吃的还要甜。
对对对，那台湾的话就是比较偏向无糖这样子，然后跟欧美也是偏向无糖。后来才决定要，那时候配完期太长。眼前的拿铁奶泡拉花是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椰子和咖啡最美好相遇。随着素食风气兴起和乳糖不耐症受重视，咖啡饮品加奶不再让牛奶专美于前，包含燕麦奶、坚果奶、豆奶等植物奶潜力极大。总体世界来说，植物奶里面是在高速的成长，但是植物奶里面这几个细项呢，又以椰子为主。它成长速度是每年20%、30%，甚至到从椰子延伸到植物性的优格。椰奶早就不是新产品，但为了搭上各式咖啡，从香气、口味、质地 ，Eric 亲自找团队测试上百次，才开发出最适合配方。但一开始大家不认识，根本没有人愿意使用。费尽千辛万苦卖进去的通路，那它的量。是一天只有30颗，但是相较于我们工厂来说，一天100万颗，那是非常大的差异。那时候怎么跟你说？他是觉得说他一天就可以做我这个可能10年、20年的量，有必要做吗？从超商、超市、跨国连锁咖啡品牌，一直到街边个性小店 ，Eric 一步一脚印，跑过上千家，以点线面不断拓展。如今椰奶咖啡已经是越南市场上的标配，接下来南韩、台湾也都跟进，甚至可能掀起一波全球咖啡革命，让 Eric 信心大增，决定跳级打怪。这一支是世界上中国最大的。从农田工厂一路打进大众消费市场，推出椰子油，挑战跨足食用油品。毕竟不论来自美国的大豆油、乌克兰的菜籽油，或是马来西亚棕榈油，市场几乎都是巨头寡占。特别着重于就是说女性在煮菜时产生的高油烟，那我们会降低我们的油品是相对的更低油烟的，然后这个发烟点是更高的。所以会让他们能有更多的选择，不怕大者恒大的硬道理。身为企业2代的 Eric， 就算掌握原物料一手好棋，脑中想的不是如何接班成为椰子大王，消费者意识、永续概念，在他的成功方程式里不曾缺席。